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段时间我在德国理发，我觉得理发师把我的头发理残了，我都不敢去理了。现在，因为我下个月就要回国去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先把我的那个头发长着，等回国再理。我现在已经有那个心理阴影了。那家发廊因为新来个理发师吧，他给我理了，所以我理了之后感到特别不满意。可能他原来没有理过我们亚洲人这种有直发的吧，所以我认为他是把我的头发真的理残了。当时也不好说，回到家以后我一照镜子看，非常不满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生活的小事。从这个小事呢，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啊。这一段时间吧，比如说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，手机上面啊，就是有一个墨西哥的小哥，他到中国去旅游，因为现在夏天嘛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都是天气非常炎热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家外出不管是旅游也好，还是在路上行走也好，需要喝水，因为太口渴了。于是呢，这位那个墨西哥的小哥看见在一个上下山的那个有台阶的地方，一个转角处，他看见呢有几瓶矿泉水，应该是某个人放在那个地方的，上面立着一个二维码，写着每瓶矿泉水2块钱，请自觉付费。他还观察了几分钟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随便拿走的，然后他感到特别的惊奇，他就发出这样的感叹，他说：如果是在外国啊，像这样的矿泉水早就被顺走了，也就是说没有人付款，或者是付款的人比较少，大部分人呢都是顺手牵羊把这水拿走了。这是其一啊，这是他发出的对中国人的感叹。他认为啊，中国人一个是非常的诚信，另外一个呢，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安全，这是其一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在午休的时候，我醒来之后呢，在刷刷手机，偶然也刷到另外一个类似的那个视频，这也是一位外国的小哥应该到中国去旅游的吧？他会说汉语。前面那个墨西哥的小哥是不会汉语的，但这个外国小哥他会普通话。这个外国小哥在中国某个地方的一个停车场那个地方，看见呢有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一些矿泉水，也是上面写着矿泉水每瓶2块钱，请自觉付费。然后呢立着一个二维码。然后呢，他也观察了，他拍摄了周围，他说：“你们看，周围没有其他人拿走这矿泉水的啊。”他也特别感叹，他说：“中国人啊，真的，一个是很安全，在中国社会；另外一个呢，中国人真的非常诚实，讲诚信，这是第二个。”他也说：“他说如果是在外国，他说的外国不知是哪个国家啊，反正他说的外国可能是中国之外的国家。他说如果在外国早就没了。”都被抢光了，跟那位墨西哥小哥的那个感叹是一样的。很多人在说我们外国人夸中国很安全，已经太过分了。但是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，你请自己看完来，这里旁边没有人，没有人在看。你看路边不是所有人可以去拿吗？这个还不够安全吗？我真的无语了。如果这个在国外，早就没了。虽然是水，但是早就没了。还是别人相信别人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我也是今天中午在睡觉午觉之后呢，我就刷了一下视频，刚好也刷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女，她应该是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旅游还是居住，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她拍了自己，镜头的后面呢有一个美团的外卖小哥，他去送外卖，然后这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女说：“你看。”这是在中国，这是送外卖的一个小哥啊，你看他把他的车停在那地方，钥匙都没有拔走，钥匙直接在那个车那里，还有放着什么音乐之类的。然后他说，如果在外国，他的车早就被人开走了。Cosas que solo pasan en China. Estoy esperando aquí el taxi y aquí atrás mía hay una moto que viene ahí es el de Meituan, el que hace los deliveries. Pues dejo la moto con la llave puesta y la música puesta, sin más. Esto en otro país la moto lo hubiesen robado, pero vamos, al segundo. Y al lado había otro igual. China nunca me deja de sorprender. 你看，他也发出了
这样的感叹，就是在中国真的非常非常的安全。这3个不同的例子，在中国不同的地方，都是外国人在感叹目前的中国，一个是安全，另外一个呢，中国人很诚实、很诚信。然后呢，我恰好也是前几天嘛，在网上看见这样一条新闻，在中国山东的青岛，在海边的某个地方，有人呢在一个休息亭的地方嘛，放着一摞那个矿泉水，上面也是写着1瓶矿泉水3块钱，2瓶矿泉水5块钱，然后呢有个二维码，自觉付费。这个记者不知怎么找到了那个卖矿泉水的人，然后呢，这位主人说吧，他说他卖了1个假期这样卖，没有丢过1瓶矿泉水。从这4件事情就可以反映出啊，目前的中国，我认为啊，总体来说，国民的素质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的。当然了，有的杠精肯定会说，中国人好多骗子，比如说什么电信诈骗呀、微信上面诈骗的，还有什么电话诈骗的，这肯定有，而且诈骗的人不少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应该看到啊，在很多方面，中国确实，我觉得中国人的那个素质是在提高的。如果是有贪小便宜的人，比如说矿泉水啊，他可能顺走的，肯定14亿中国人肯定会出现，对不对？出现少数这样的情况，那是哪些人呢？我来分析一下。可能年纪越大的贪小便宜的人越多，特别是50后的、60后的，甚至70后的人，因为那些人啊，就是上一代人，或者像我们这一代60后的人，很多人啊，那苦日子太多了。当时呢，很多人受的教育也不行，所以总体来说，这一代人或者上一代人，他们的素质绝对没有现在，比如说90后啊、00后的素质高。所以呢，年纪越老，可能他们占小便宜这种心理就越多一些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当然感到很欣慰了，对吧？我又想起了我在德国的也遇到类似的情况，那是我刚到德国不久。在德国，在农村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德国。我相信呢，在德国居住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啊，特别是在德国农村地区，比如说在巴伐利亚呀、巴登符腾堡啊，因为我在那2个州都待过。如果你开车经过农村地区，有的地方，比如说在一块地那个地头上面，会有块牌子，上面写着自助鲜花出售。然后那个地方呢，会放着一个相当于存钱罐一样的东西，有个口，可能还有一把剪刀在那地方。就是说，你想购买鲜花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拿着这剪刀到地里去剪，你想剪多少，你想给多少钱，然后呢，凭你自己的良心丢到那个罐子里面去。当时啊，我来德国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，我就特别感叹啊，我就觉得啊，德国人啊，真的是非常讲诚信啊，对吧？非常诚实。就像我今天看到外国人到中国去，看见扫二维码自助买矿泉水，那个情况是一样的，其实对吧？只不过呢，在德国它是用现金，在中国现在已经进步到二维码了。德国现在绝对没有二维码卖这个，比如说鲜花这种情况，不可能。如果有，我相信在农村地区肯定还会有这样卖鲜花的，还是投币或者是投那个纸币进去的，不会有这个二维码。当年在德国，我第一次看见有这样售卖方式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震撼。当时我就觉得啊，德国人的素质真的非常高。然后就是我们那代人嘛，就可能没有见过那个世面，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售卖方式。既然卖东西没有人在那里自首，然后呢还有人自觉付款的。我认为那个时代，我出国之前那个时代，估计呢中国这个社会没有达到那个诚信的地步，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在德国有这样卖东西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叹，就觉得德文素质高，也有期许，就是说，假如中国有一天，中国人也能达到这个非常自觉付款的程度，那该多好呀！可是你看，过了大概就30年左右，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。而且据我的观察，在前面我就说过了，目前啊，我认为啊，对比现在中国、德国2个社会啊，如果是自助付款卖东西没有人自首的，可能在中国自动付款的人的比例要比在德国更高。无人卖什么矿泉水的，在德国我没有见过，
而且我觉得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我来分析一下啊。在德国，如果是卖矿泉水，这样是一种商业行为。首先，你得有那个执照，对吧？那如果是你没有执照在那地方，就表明你这样售卖是非法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。大家没有听错啊，在德国，即使你卖一瓶矿泉水，也得交税。也就是说，你这样卖，你收的是现金，那你就是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说，你已经违法了，你已经偷税漏税了。所以呢，在德国或是在所谓的西方这种比较成熟的国家，其实开展商业活动远没有在中国那么自由，那么灵活。在中国，你想创业非常容易，但是在德国，你想创业那门槛高得多。另外呢，税收也高得多。就是说，你卖任何一样东西，你在德国都得要交税。而且应该是2年前吧，德国引进了新的法律，就是卖任何一点小东西，你作为顾客有权索要那个购买凭证。这个购买凭证它是输入收款系统里的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收款系统到时税务局可以向你索要所有的那个底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偷税漏税，万一被查，那你就惨了。所以呢，在德国像这种无人自首售卖矿泉水这种情况，在德国应该是实施不了，会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其实商业活动啊更加自由，自由度更高，真的。况且了，照我的分析啊，像矿泉水这种东西，一般可能在城市里面比较多，对吧？或者在旅游景点啊人流比较多的地方。但是按照我对德国这个社会的观察，现在特别是这10几年、20年吧，整体德国人的那个素质是下降的。我认为，如果是有这样卖矿泉水，那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人不付款，直接拿走。就像那几个外国博主到中国看见之后感叹一样，他说，如果在外国被顺走了，在德国大概率也有不少的人会这样直接拿走不付款。因为在德国，如果像这样的矿泉水，估计要1.5到2欧元左右，没有人卖的话，也要这个价钱，对吧？那1.5、2欧元，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，其实钱也不少了。有点武断，可能啊，我认为可能这个不诚信的人的比例，就顺走的比例要比在中国高。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，2013年的时候，我去东非的坦桑尼亚去旅游，在乞力马扎罗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叫阿鲁沙。当时呢，2013年智能手机刚刚兴起，我拿着一个这样的智能手机，当地人看见之后特别的惊讶，他们觉得这样的手机绝对非常非常贵。然后呢，当时我认识一个当地的朋友，是当地人啊，一个黑人，他真的非常严肃的警告我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，是警告我。他说，如果你乘坐我们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，比如说小巴，那种是私人的啊，非常破。他说，一个是你不要坐在那个车窗旁边，如果你坐在车窗旁边，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机掏出来再看怎么样。他说啊，如果人家外面的人看见你有这样一个手机，为了抢你这个手机，可能会砍断你的手来抢你的手机。这不是开玩笑，他真的特别严肃地告诉我，就是说为了抢一只手机，把你的手会砍掉，把我吓得真的够呛啊。就是说，其实呢，在很多国家、很多地区，那个治安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，非常的乱。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见过，比如说像在美国零元购的，甚至零元购已经那个蔓延到英国去了。今后我相信啊，可能会蔓延来，比如说像法国啊、德国这种国家。像德国现在这人口组成非常的杂，总体来说我刚才说了，因为移民越来越多，难民越来越多，有些宗教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自己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，对吧？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可能也跟不上，他们只管生不管养，那么他们的后代素质可能也比较差，那么他们的底线就比较低。所以如果是在德国这样，你想这样自助卖矿泉水，可能这商家会导致血本无归啊，或者卖其他东西就直接拿走了。另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在德国一些连锁那种超市大卖场啊，就是食品超市，
这几年，比如说像 Lidl 啊、Aldi 啊，在德国城市里面有一些它连锁店呢引进了自助付款，就是自己在超市里面买东西，然后呢自己付款，它有扫码那个机器啊，凭你自己的诚实度嘛去扫码，然后自己付款。但是呢，在德国我发现这样的现象，就是专门有工作人员在出口那个地方去检查，也就是说，从这一点来分析啊，就是这些商家还是不完全相信每个人都诚实付款，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啊。而且平时我原来观察过德国一些那个电视的纪录片呢，会拍一些，比如说有些人在德国的超市啊、商场偷东西这种现象，有的时候一个美女哦，看上去可能20多岁，穿着也比较考究的，但是她还是偷东西。贪小便宜的人啊，看来哪里都有，在德国也不例外。所以不要认为啊，所谓发达国家人就会自动会特别的自觉、特别诚信，并不这样。而且刚才我说了，就是照目前我观察到的德国现象呢，可能像这种如果是自助卖什么东西的、不付款的顺走的人的比例，我认为啊，可能要比中国更高。目前2024年我观察到的现象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之外，特别是在什么欧洲啊、美国居住的生活的人，或在南美，因为南美的治安可能会更差一些，在这些地方生活工作的人，你们观察到当地的现象跟咱们中国的社会来比较下，你们觉得我刚才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好了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